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我是莹莹。那影片的一开始呢，要先祝大家呢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朋友，先不要生气哦，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嘛，所以呢，我们其实呢是带着我们的 mission 来跟你们见面的。今天我们要帮大家脱单，怎么脱？拜月老啦 ，person in charge 吗？鱼老。虽然呢，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去拜月老，但是呢，据说求姻缘最灵的日子，一年只有3天哦。哪3天？是不是很想知道嘞？分别是今天2月14号的西洋情人节，农历7月7号的七夕情人节，以及农历8月15号的月老生日。虽然呢，我们也是很困惑啦，不知道为什么呢？古罗马的情人节呢，会跟中国的月老呢扯上关系哦，两个摆在一起，根本违和感是破表的。但是呢，其实 KPI 也是一样的，为了要找到另外一半，不管我们有拜有波比，好吗？今天呢，我们就一次过呢给大家介绍中港台新马亚洲最灵的5大月老庙。一位月老已经是不够的了，我们要动用月老联盟来帮你找对象。不管是一男一女，还是2男2女，我只要绑上红线，他们就会谈恋爱。首先呢，我们先从我们最靠近的月老开始，就是乐圣陵天后宫。应该就是那边罢了，又称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又称吉隆坡天后宫。反正吉隆坡最有名的天后宫就此一家啦，连外国的朋友呢都不会搞错的。其实呢，这一座天后宫不说你不知道，还算是蛮年轻的哦，1989年才开幕，算起来呢也不过才34年而已。不过呢，年轻归年轻这里可是吉隆坡非常有标志性的华人庙宇，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天后宫哦。虽然呢主要是拜天后妈祖，但是呢这里也是婚姻注册处，很多人呢会在这里注册结婚，甚至一起办婚礼。所以呢这里当然也要有月老啦，一手呢拄着拐杖，一手呢是拿着这个姻缘簿，他负责掌管人世间的姻缘，也会依照我们的个性兴趣来帮未婚男女进行配对，再用这个红线呢将他们绑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啦。其实呢，在唐代民间就已经有传颂月老或月下老人的故事了。比如唐人李复言的小说《订婚殿》则讲述了月老和红线的由来，还有婚姻乃天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我们现在进入讲故时间。话说呢，有一位叫做韦固的男人他晚上出游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发现，怎么会有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在路边呢，用月光来看书呢？他就很好奇了，于是呢就向前呢询问老人：“您在看什么书？这是阴阳簿啦。那你的袋子里面装了什么呢？那是一条条红线，只要绑住就一定会成为夫妻。那我以后的妻子是谁呢？她就是你未来的妻子。这个小女孩长得也太丑了吧，不行啊！”于是呢，韦固就决定呢派人暗杀这个小女孩。这他妈的，你不娶就不娶了，为什么要派人家来杀小孩子？她是有多丑？但是呢，幸好这个小女孩后来呢是逃过一劫的。杀手行凶的时候呢，只在她的眉间留下了一道疤痕而已，暗杀失败。就这样10几年就过去了，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的韦固呢，也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名门千金。但是呢，他竟然在成亲日当天才发现妻子的头上竟然有一道疤痕。一问妻子才惊觉，原来她真的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哪里？这样子看来呢，当年他遇到的就真的是月老了。于是呢，韦固就决定顺从上天的安排，他的妻子呢也跟他这位杀人凶手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了。好，我们听完这个有点怪怪的月老故事，我们现在呢又要来教你怎么拜吉隆坡的月老啦。首先呢，拜月老呢是要尽量本人去拜的你不要托别人去拜毕竟是你人生自己的这个姻缘要自己负责嘛。第二，要准备贡品。分别是5种颜色的鲜花、5种颜色的水果、双数的红枣，还有双数的糖果，还有双数的桂圆。第三，天后宫呢有卖糖果和红线，大家呢都可以去现场找一找。第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呢，要先跟其他的神明打声招呼，说一下你的目的，拜完了呢才去找月老。第五，
拜完月老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那一条红线在香炉前面呢绕一绕，那默念你的愿望。最后呢，记得要把红线带回去哦，而且呢要随身携带，这样子呢月老才可以随时呢帮你牵红线哦。好，现在我们一路南下到新加坡的粤海清庙。这是呢新加坡最古老的道教寺庙，坐落在 Phillip Street， 建于1826年，已经有197年的历史了，是新加坡潮州人最早的这个聚会场所，更是受到保护的新加坡国家古迹哦。不知道你有去过吗？据说啊，这一座快200岁的庙呢是非常灵验的。虽然呢它不是单纯的月老庙啦，但是呢大家都说啊，里面呢有一尊月老，它的配对率可是极高的。很多人办完之后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或天女，就连泰国人呢也会刻意飞到新加坡来求姻缘，而且啊还真的求到哦。甚至有一对情侣呢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他们2人都曾经在这一座庙呢求过姻缘。啧啧称奇的2个人呢，也决定在这个庙里面的举办婚礼啦。听完这些 testimony 是不是觉得很想要马上冲去拜一轮呢？去之前，我们要先教你怎么拜。首先要跟工作人员说啊，你是来求姻缘的。然后呢，他就会给你3支香、1条红线和1个红包。你要先点好香，给红包装一些钱，再把红包放在月老的雕像前面，然后呢，你就可以跪在雕像前面，向月老呢祈求一段好姻缘。除了你的个人资料啊，你也要很详细、很具体的解释你对于未来伴侣的要求 ，key in 那个 data。拜完之后呢，就将红线呢挂在雕像上面，再从雕像前面的碗里拿2颗糖，1颗代表人，另1颗则是代表爱情。记得呢，离开庙之前就要吃掉哦。很好奇啊，我们隔壁邻居啊，新加坡的朋友有没有人曾经在这座庙里面求到姻缘的？留言！接下来就让我们飞去香港找王大仙、王大仙啊。那没有错，这就是远近驰名的王大仙啦。这间庙宇呢是建于1921年的，也已经有103年的历史哦，是属于香港的1级历史建筑。那虽然呢这里主要呢是供奉王大仙还有观音啦但是呢这里也有一座月老，每一年呢都吸引非常多的单身男女来求姻缘的。那你有发现吗？这里的 setting 是比较不一样的哈，不只有月老啊，左右2边还有金童玉女各1名，怎么拜呢？哇，这里呢就复杂多了，你还要学一些好像很梗的手势的林正英。喂，不是抓僵尸的那个手势啦，是手掐手印。首先呢，按照这张图，很有诚心的用手夹着你的这个红线，夹住之后呢，就要走到月老的前面自我介绍，比如说是你的姓名啦、居住地啦，以及你的择偶条件。接着呢，如果你想要求男伴，就要在玉女的面前呢走向金童的方向。反过来，如果你想要求女伴的话呢，就要从金童的面前走向玉女。哇，很有仪式感，你这样哦。然后呢，你在这个金童或玉女的面前呢，要再说一次你的名字、居住地以及条件。讲完呢，就要用手摸摸金童或玉女的脚，再把红线呢绑上去。绑的时候呢，心里面记得要很虔诚的继续祈求哦，这样子呢，月老才可以确认的你是 serious 的，不是玩玩的啊。最后这是我们家的啦。反正呢，如果很灵验，你真的成功找到了对象的话呢，要记得回来还神啊。你可以带着老婆饼啦，或者是结婚当天的蛋糕来跟月老呢分享你结婚的喜悦。Next， 我们从香港飞去台北啦。台湾最知名的月老庙之一，要数台北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这座庙呢是建于1859年，已经有164年的历史，属于3级古迹。庙本身呢虽然不大，可是呢却跟新加坡的粤海清庙一样啊，这里的月老呢出名配对快很准，非常有效率。据传呢，1年可以成功撮合6000多对的情侣，10年来呢，已经撮合了超过5万对情侣了，满雷帕梅。如果月老界有 KPI， 我们相信啊，这里应该是第1名吧。不过呢，跟其他的庙一样啊，霞海城隍庙呢，本来也不是拜月老的哦。1971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太太呢，就很常到庙里呢，帮老公和孩子呢求事业和学业的。那虽然呢，孩子啊，就是找到了好工作，可是却一直找不到好对象。没有想到呢，老太太呢，就再去庙里面呢，帮孩子求姻缘之后，孩子还真的成功找到了理想对象。这位老太太呢，为了要答谢城隍庙啊，就决定呢，就捐一座月老神像，要月老呢协助城隍爷啊，来处理民间的这一些婚姻大事。这一座月老庙可是有非常多的 testimonial 的。如果你是因为拜了这个月老呢而得到这一集的真命天子天女的话，也是留言让我们知道，跟我们讲讲你的故事。
好，如果你也想要来这里呢求姻缘的话呢，要怎么拜呢？首先你要准备2份贡品，一份呢是给庙里的其他神明，另外一份呢是给月老的。因为呢月老喜欢吃甜的东西嘛，所以呢你要准备一些巧克力啊、糖果啊、蛋挞之类的，还有一些谐音的贡品，比如红枣、枸杞、花生、桂圆、圆形的水果。如果呢你已经有了对象呢，还可以带着鲜花，接着呢你就可以跟庙方买一份拜月老的香、红线、喜饼还有喜糖。你要先按照规定的参拜顺序，跟其他的神明解释你来的目的，讲完了才去拜月老。拜月老的时候啊，要记得哦，不要戴墨镜和帽子，因为呢你要让月老看清楚你的脸嘛，不然呢认错人呢就尴尬了嘛。然后呢你就可以自我介绍啦，详细的说明一下自己的择偶条件啦，要越详细越好，越详细越好。如果呢你已经有心仪的对象了，你也可以顺便跟月老说说他的名字啊和生日，让月老呢帮你出力一下 ，push 一下。拜完之后呢，你就要拿着红线顺时针呢绕天公炉3圈，然后呢随身携带。离开之前呢，你就要顺便吃掉喜饼和喜糖哦。但是呢，台湾这里呢还有一些拜拜的禁忌啊，比如说你是不可以带伞的哦，不然呢婚姻很可能会散掉。那如果呢发现身边有人带伞的话呢，记得要离他远一点哦。那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拜的话，也不要等他拜，因为爱情的老东西别塞蛋美哈，这个呢信不信就由你啦。那反正呢，如果最后呢你成功找到对象啊，那就要记得呢带一些订婚的礼饼呢回去还愿哦。让我们一路北上，直接杀到月老的总部 headquarter。如果各地的月老分行都解决不到你的姻缘的话呢，那我们就只好 calling 总部支援啦哈。据说呢，这里是中国的月老庙发源地，杭州黄龙洞月老祠。虽然呢这一座月老祠呢没有很大，但是呢这里最有名的要数月老像旁边的这副对联啦：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好诗好诗。不过呢，在总部拜月老呢，并不像港台这么的讲究啊，这里并不用准备些什么贡品啊，也没有什么首饰啊，你只要带着一颗真挚的心来拜就好了。而且呢，根据网友说啊，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卖点，那就是有很灵的月老签诗，也就是从中国古代诗词或典籍取材，连金庸也称赞风雅幽默的月老签。这个签呢，最特别的地方啊，是专门被月老用来解答你的感情困惑的，内容都是跟爱情啊或者是婚姻相关。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你看看这个月老灵签的第17签，德者本也，才者位也。白话来说呢，就是择偶的条件呢，最重要的是选择有德行的人，不要只看财富，不要爱慕虚荣。如果呢重财轻德啊，跟人交往后果就堪忧啦。这根本呢就是古代的两性专家，搞到我们都想要去求一下。不过呢，这里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想要请教中国的朋友的啊。如果你是中国的朋友，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其实，在杭州呢，好像还有很多间历史悠久的月老庙。不过呢，网络上好像众说纷纭啊，有人说宋城的比较好，有人说黄龙洞比较有名，还有人说啊，这些其实都只是旅游景点而已。如果这里有中国的朋友啊，你可不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哪一间才是比较正宗的？今天呢，我们几乎横跨了整个亚洲啊，不知道这5个中港台新马的月老联盟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呢？有谁有拜过有效果的，在下方呢留言来给我们一个买家秀，帮月老呢冲一下业绩。那如果呢你是单身的朋友呢，你们也可以揪起来啊，感情不顺的话呢，也可以组下团啊，一次集结5间月老的力量来帮你脱单找对象。不过呢，我们呢其实也没有要鼓吹迷信啦，感情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宗教呢只是一个额外的心理辅助，随时保有自我觉察，理解自己的内心真正需要什么。恋爱不是为了谈而谈，伴侣也不是为了要找而找。月老呢应该也不鼓励大家盲目追求的爱情的啦，要爱人先爱自己。好啦，不知道这一集的这个整理呢，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好姻缘，可以遇到真爱。那这里呢，再一次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Highlight的荧光笔工作室呢，每个礼拜3还有礼拜6呢，都会在 YouTube 上载我们的影片。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去追踪我们。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做的影片的话呢，直接加入会员，每一个月不到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的影片了。赶快加入会员！当然，如果你是学生族，只想要用行动上面支持的话，也可以点赞、留言、分享，我们也会很开心的。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